翻过那座山呢，就是缅甸了。云南腾冲是中缅边境的一个县级市。1639年，徐霞客从大理出发，过澜沧江，渡怒江，翻越高黎贡山，最终抵达腾冲市，并在此游历了39天。这是他一生中去过的最西边陲，也是他游历过的最危险的地方之一。腾冲以中缅边境贸易、著名侨乡以及二战中缅印战区的主战场著称。这里有俊美的古镇、壮观的火山、澎湃的地热温泉。在腾冲旅行2天是一种什么体验？你好，我是阿树，欢迎和我探索被徐霞客称为极边第一城的腾冲。离开前面3集的云南省德宏州芒市，我搭车前往云南保山市代管的腾冲。到腾冲了。汽车快到腾冲的时候，我有一种大理即视感，实在吃不惯。哇，好大！还有一个向阳的窗，你看，那个蓝天白云的，挺便宜的，卫生间也挺大的，在网上订的51块钱，你看，还挺大的。网上在这剪片子。今天是2024年4月4号，清明节，来革命烈士陵园缅怀先烈。闭园了。对，闭园了。看过前面几集视频的朋友知道，最近我在等签证，所以呢，我分享的是一些以前拍摄的没有来得及剪辑的影片。但从下集影片开始，我们将开始全新的旅途，不再分享老旧的影片。稻田已经变得特别翠绿了。稻田背后呢，就是腾冲市最有名的文化地标和顺古镇。在蓝天白云映衬下，它的青瓦白墙特别亮眼。凉风吹过稻田，能够闻到一阵稻花香。这个是我编的。在国内很少见到有古镇收门票的，即便是世界遗产的丽江古城也是免费开放，包括大理那一片。这里是和顺景区游客中心售票处，习大大也来考察调研和顺古镇。听公证员介绍，他收门票是有20年的历史了，过去门票更贵，要80块钱。国家历史文化名镇，这个古镇的门票是55块钱，它1周内有效。世界腾冲，天下和顺。进了检票口以后，两边有很多小商铺，和顺古风摄影。这是一棵黄葛树。和顺顺河牌坊，天气很不错，让人心情也明媚。这个牌坊我感觉年代应该不久远，还比较新。这石板路还是很干净的。和顺古镇位于腾冲市区西南4公里处，是南方丝绸古道上的商贸名镇、文化名镇和旅游名镇。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和顺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自然风光秀美，古建星罗棋布。这里有中国乡村最大的图书馆——和顺图书馆，是我国西南地区著名侨乡，是7000多居民依然和谐生活的一个活着的古镇。和顺先后获得中国第一魅力名镇、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可以看到和顺古镇的右边挨着高黎贡山。卖枇杷，卖草莓。和顺图书馆成立于1928年，是本乡旅缅华侨为振兴家乡文化教育而捐资创办的乡村博物馆。乡村图书馆
1980年纳入公共图书馆建制，现有藏书11万余册，分藏古籍、民国、中华再造善本、现代等书库，典藏文献、图书较为丰富，内有胡适、熊庆来、李时成等诸多文化大家的题字。和顺图书馆被誉为中国乡村最大的图书馆，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它是一个木结构的2层建筑，提供借书服务的，但仅针限于本地人。文昌宫都是关门的呀，闭馆状态的。古镇里面有老人在捡垃圾。这里有一个房屋盖着一个小石桥，跨过一条小河，就到了和顺古镇对面的田野里了。和顺古镇前面的田地呢，主要是种这些菜籽，用来做菜籽油的菜籽，还有一小片这个小麦，还有一些花生。这是玉米地，刚才跟一个在田里耕作的村民聊了一下，他觉得和顺古镇不同于大理古镇、丽江古镇，他说这里的话没有被过度商业化。哇，这些草莓都已经成熟了。村民在河边清洗蔬菜。和顺客栈，这里是村民晾晒的，这个是蚕豆。哇，这个房子有点年代感了，新房子也在起。客栈，我好奇的是，看着这些崭新的新建的建筑，这哪里是古镇呀？爷爷你好，爷爷你好，可以进来看一下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这就是传统的房子哈，一个四合院格局的。上面这个叫主房是吗？哎，这什么叫厢房？厢房。这个叫厅房。这叫厅房。厅房主要用来做什么呢？安点杂物食用品。这就是爷爷租给
这些旅拍摄影馆做生意的铺面了，小巷子里的铺面。初心阁，不忘初心。很精致的一个小院，应该是改造过的一个格局。这里还开了一个旅行社。这里面是什么呢？我买。哦，打牌的。对。怎么我感觉到处是做生意的？这一片简直是和顺的 CBD 了，楼盘、展示中心，各式的商业广告宣传牌，给我一种很嘈杂的感觉。这里各种房屋出租、旺铺出租、客栈转让的，还有毛坯房出租。这毛坯房就是新建起来的水泥房子。在这里物价，牛肉面20一份，招牌香脆大饼12元一份。这户人家看着很古朴，没有很现代化的修缮。我这是独闯民居了呀，对不住了。哦，这里就很有古典的感觉了，很舒服。这些木质的结构，在岁月的洗礼下呢，已经泛黄。这户人家呢，应该就是老人家了，可能不善于做生意，就保留它原来的样子。就感觉你家的房子还特别古朴。我们家相同名字在这边的这几个人记一下，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你像云南沙溪古镇那个静谧、那个典雅，它都是免费的。这个是烤牛肉吧？烤茄子，纯瘦多少？肥瘦14块，16块一两。这叫羊奶果。这里是烤面皮吧？烤好的面皮吧，在上面放各种调料。豌豆粉8块钱一碗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啊？酸甜酸乌梅，有点像葡萄，但是它有又酸又涩，对吧？哎，傍晚了，有一点点微凉。这是一个山谷，一个平坝。现在是一天里最漂亮的蓝调时刻。顺源家过桥米线餐厅。哦，这里让我想到茶馆，这个拍民国剧常见的一个场景。前面是一片菜籽油田。腾冲市区距离腾冲火山第2国家地质公园呢有约22公里的距离。芒市的海拔呢要高了接近600米。
腾冲火山第2国家地质公园呢有830平方公里，2002年正式开园。火山景区门票35元人次，它游览车票是双程15元，单程10元。观光车的话呢，能把你送到山脚。如果你不想坐的话呢，你走1公里也能走到山脚。从景区大门到山脚下有约1公里，骑马往返200块钱。小朋友骑马。一路上能看到这些有气孔的石头。春天百花盛开，大空山、小空山就看这2座山。大空山平顶圆锥形火山，海拔2080米，山体底部直径650到720米。这里山脚下有一个马场，可以乘马上到山顶，大概有几百级台阶吧。这边是游道出口，下山的，上山在这边。火山石是不可再生资源，严禁私自采挖。597级。这些石阶呢也是有一些气孔的。骑马上山的话，就是沿着一个松树林的一个弯弯的小路。半山腰这里有一个平地观景台，可以俯瞰腾冲的层峦叠嶂。看一下这些岩石啊，这些都带气孔的一个火山熔岩，很轻的。所以呢，它放到水里面是沉不下去的。所以叫火山浮石。这是我第一次爬火山。看一看腾冲的这一个火山长啥样。一个游客跟我说啥也没有，就一个大坑，啥也看不着。我是有无人机的人，要从高空俯瞰才更有看火山的感觉。果然是已经完成2/3了。它分为3段，每一段呢有一个平地休息观景。在山谷之间的这个大平坝呢，散落着很多这个小的村落。从市区通往这里的路上，公交车在很多这个村子门口大门都停了下来，所以旅游的发展大大方便了这些腾冲市村民的出行交通。这个山上长了很多树木的，后来都砍了。去年山火，因为这个去年的话，云南、贵州很多山火，就说不清楚大致怎么回事。到火山顶了。咱们绕着这个火山外围的圆圈走一圈。这棵树好顽强呀，其他树都被烧的已经摧残了，然后就砍掉了，这棵呢还是屹立不倒的。与其说来看这个火山坑，不如登高望远，看一看腾冲市周边的一些数百万年前蠢蠢欲动的地下熔岩，终于从断缝处喷涌而出，经过无数次喷发、堆积、冷凝，形成了造型奇异的锥形山体火山。这些火山在腾冲秘密伫立，目前已发现90余座，属于中国14大火山群之一。这是一个摄像头，紧急报警用的。去年被大火烧得焦黑的树木。
翻过那座山呢，就是缅甸了。缅甸的密支那在那边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人呢说到来这个地方不敢来，因为这个地方挨着这个战火纷飞的缅甸。绕着这个火山坑一圈，大概有1.5公里吧，有点像在田径场溜达一圈的感觉，但是是在这个高地上的一个圈圈，的风景呢比较开阔，就当散步了。咱们往下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这不敢往下走了。是的。在吃草的马儿休息。游客禁止走马道，下面有一些这个像蜂巢一样的这个气孔，问天。哇塞，可以，好的，真嘞！下来，颜色比较大，比较亮。这一座是大空山，还有另外一个小空山。火山山脚下的鱼叶梅，小空山入口。小空山，这是一座平顶圆锥形火山，海拔1957米。这是茶花吧，山茶花。爬的腿软了。这里围着火山坑修了一个木栈道。小空山比刚才大空山还要大，这个坑，但是它的植被呢更加的茂盛。火山浮石，在火山爆发时，岩浆中分离出大量的火山气泡，随着岩浆的冷却，气泡被包含在浮岩中，形成了气泡约占浮岩总体积的70%以上。气泡之间只有很薄的火山玻璃连接，因此可以浮于水面，表面粗糙，质地软，外形似水绵。现在是中午时间，这么大一个没什么人啊，反倒是大空山人比较多。
热气球。这马夫在吃午饭。柱状节理是火山岩的一种特有景观，就是这几根了。柱状节理，国家5A 级景区，中国国家地质公园，腾冲火山地质博物馆。看看世界上的火山带，主要是在板块的边缘，亚欧板块、印度洋板块。地球上各大板块之间相互运动，通常会引起火山喷发或地震，因而火山或运动一般发生在板块交接的地方或附近。火山的各个阶段：形成机理、喷发阶段、喷发方式。这一块巨石是带皮火山弹。这个地方对于火山知识、科学知识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逛一逛。腾冲地处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带附近，区内断裂构造发育，岩浆活动频繁，火山分布广泛，是中国大陆罕见的集火山、地热、地震于一体的典型火山地热构造活动区。腾冲火山群是我国3大著名火山群之一，共有休眠期火山97座。腾冲火山喷发造成22座完整的火山口、23座残破的火山锥以及139处温泉等景观，使腾冲火山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休眠期天然火山博物馆。中国著名的火山和火山群有吉林长白山天池火山、吉林金龙顶子火山、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。看看世界著名的火山，你去过哪里？疯狂的石头，赌石。这么一个韭菜猪肉馅的，16个，18块钱。腾冲跟我想象中的差别挺大的。它这里的街道呢，它的铺面都是统一设计、统一装修的，我感觉这样好无趣啊。现在我要去腾冲的热海公园。这辆公交车只有我一个人。现在就到了热海景区里面了，这里非常幽深，因为是快傍晚了。游客很少，流水长长的，鸟叫虫鸣。这个时候逛这个幽深的大自然很惬意。这里真的是天然的氧吧，洗肺。哇，下面滚滚热气的，真的地热资源很丰富啊。呵。这个时候来没什么游客，整个景区好像就我一个，能闻到那股很刺鼻的一个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味哈，就是那种温泉的，就你感觉来到这里看着这一幕，感觉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。那里就是喷泉，那个叫什么了？我今天在博物馆看到过，但是我现在忘了。你看那几个柱状的，像松茸形状的，然后呢，它喷的水量少一点，那几个白色的就喷水量很大。哇，这里属于蛤蟆嘴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狮子头，由于大量含有钙、镁、硫。到处都是滚滚热气，这时候来没有喧嚣的声音了，自己独享这一份大自然的奇景。这里像是有数十根烟囱在升起袅袅炊烟的感觉。你看
对面那个口子不断的在喷水，火热爆炸，禁止煮鸡蛋。咱们就要去看它最大的那个观景点，属于是大滚锅，那里常年365天24个小时滚滚沸水。这里像深山里面不断的纵深进去，颇有让我想到我在张家界那个难忘的金边溪徒步，这种沉浸式的走进大自然的感觉，很舒服。票价呢50块钱，值这个票价，因为这种景观是难得一见的。这里好多小鱼。对面是一个温泉酒店，不，还挺远的呀。哦，看到了，珍珠泉、眼镜泉，哇塞，这么神奇呀！那现在下了小雨点，在这个池塘里面的那种感觉，珍珠泉，此泉冒出的气泡犹如无数晶莹剔透的珍珠。站在这里能感受到挺热的，就像是站在火旁边的感觉是差不多。这里有2个泉眼，故名姐妹泉。听一听它的滚滚的那个声音啊，每个泉眼它的声音的质感都不一样。姐妹泉也称为眼镜泉，此泉为2个并列在一起的泉眼组成，像一副晶莹的眼镜，故名眼镜泉，也被当地人称为姐妹泉。左泉眼水温为96摄氏度，右泉水温92.6摄氏度。来到这里，我莫名想到，世界上的摄像机可以记录画面、记录声音，为什么没有一台相机它可以记录声音跟画面的之外，还能记录它的气味？感觉有一颗飞溅的水珠溅到我手上了，我感觉并不热，可能它在空中翱翔的过程中已经冷却下来了。你看一下那个泉眼旁边的岩石都是这个白色乳状的东西，像是钟乳石的感觉。在这个酒店住一晚应该价格不菲吧。这是古明泉，因为傍晚人少，仿佛这个景区为你一个人而开放，到处都有禁止蒸煮鸡蛋的牌子。如果说刚才看的几个泉眼都比较热情的话呢，这个泉眼就显得含情脉脉的，很温柔哈。这个水很清澈，哦，好强烈的钙、钾、镁等等的味道。怀胎泉起源一个泉水送子的美丽传说，故称怀胎井，其水温为88摄氏度。怀胎泉有2个泉眼，相距约5米。哦，像另外这个泉眼就显得更安静了。还能接受，是很烫，但是没有说烫得很难受，好像咸咸的。现在应该有下午的7点多了，在云南的腾冲天还是挺亮的，爬升的高度还挺多的，路比我想象中要远，还有430米。如果这些小卖部、饮料店都关门了，天快黑了，我要跑起来。游览车能送到这个地方，距离大滚锅还有400米吧。为什么腾冲村村有热水？
乡乡有温泉。这一条是科普走廊，世界上著名的温泉，连去过几个：日本别府地狱温泉、血池，冰岛的疗养胜地蓝湖，还有100米。哦，大滚锅在一片比较开阔的山脚下，热海大滚锅，这里又可以带蒸鸡蛋了。热海大滚锅直径约 6.12 米，水深 1.5 米，水面温度 96.9 摄氏度，为八角形大沸泉。锅内有3个主要喷泉口，不停地喷吐着热气和热水，其中较大的一处喷水如注，跃出水面30公分，一出水口的温度达102摄氏度，据史载。20世纪30年代，大滚锅喷水高度近3米。景观更为壮观。50年代时喷出的泉水约1米高，像一朵莲花冉冉升起，被誉为一泓热海。这个热气向我吹来的时候，有一种在蒸桑拿的感觉。放哪里煮的？就放里面。这里吗？对对。把这个蒸笼盖给它合上。好烫。好的啊，给你一个啊，好，谢谢。噔噔噔噔，这个独一无二的蒸鸡蛋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请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从下期影片开始，我们将开始新的旅途，不再发过去的视频了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补充一下，好嫩。现在是8点钟了，景区的路灯就亮起来了。坐这个车10块钱，往返。在景区内有不同的温泉酒店，在这里小住一晚，第2天来在这个天氧吧里面散步，应该很不错的体验。